今天特别惊险，刚跑出去，手表提示还有10%的电，我跑完回来8%还有都没电了，而且我还没带上新的表带。开始之前先预告一下，大家往下看，高驰的那个香根一传的和城西大学的联名的表带上架我们的橱窗了，大家可以支持一波。1月18号就发货，我每天在刷快递，因为这边写的是1月下旬发货，还没有追踪快递的单号，特别的着急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1月13号星期二，今天都第4个训练日了，看这个第45回大阪国际女子马拉松，2026大阪半程马拉松，这条路通行不让，这禁止了，停车也不让。1月25号，这条路是大阪半马的起点所在处。大阪半马和女子那国际马拉松是同一天，几乎同时，就是反着跑。半马跑的差不多就是女子全马的后半程，最后的终点都在长居公园的田径场。女子那个全马是从田径场出发，回到田径场，来大阪城绕一圈再回去。我们那半马是直接在大阪城这儿出发，跑去田径场。半马中午12点多才起跑呢，太冷了这天气。但是中午起跑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原来我总说马拉松比赛那天早起早吃饭，就把晨跑给它变成白天的那感觉，状态就好一点。起点差不多就在这儿。今天聊点什么呢？跟大家分享马拉松的情绪价值。我总跟大家抒发这感情，我说我其实又是个理科生，又是个比较感性的人，我觉得情绪价值特别重要。一会儿两个手拿着相机，巨冷了。看日出啊，小伙伴们看日出的云又是红彤彤的，就正前方这高楼这个酒店新装修弄好的，这应该可能刚开业，或者是在试运行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弄好长时间了。就这个酒店肯定特别带劲，因为那儿就是大阪城，等于从你看顶层，一般这种酒店顶层都是餐厅，从餐厅就直接可以看到大阪城。刚才碰到了从台湾来的观众，而且我们没有提前约，所以特别不好意思，因为人家背了礼物给我。我上次带回来的凤梨酥还没吃完，今天又收获了新的凤梨酥，叫全糕饼蛋黄酥凤梨酥达人，是这位观众的家人是开糕饼店的，好像是说是自己做的，所以我得慢点跑，别把它震碎。我想有的时候早晨练的强度大了以后，我上午工作的时候就弄一个咖啡吃一块，那一盒还有4、5块就吃完了。有机会就我都不知道怎么能表达谢意，这么多观众送我好多礼物，所以大家下次来见面，不管约了没约，都什么都不要带。有那种工艺品我看着还挺精致，还怕特别贵重，一定什么都别带，咱们见面就好了。我最近是有点忙，而且不知道最近可能练得多了吧，有点状态起起伏伏。我说这状态就是昨天提到的心态，所以我觉得情绪价值有时候对马拉松，或者说这么说，马拉松本身就是一个产生情绪价值的事情。你说你无论是3公里、5公里还是半马、全马，只要对你是一个有挑战的距离，你都会认为情绪价值拉满。我第一次正式的在公路上跑步，跑完一个好像3公里，
从我们家出门一直跑到三里屯，从三里屯再回家，正好3公里。我觉得我跑完以后，我觉得整个人都好起来了，就不是身体上觉得舒服，就是心理上觉得特别舒服。但是现在越跑，情绪价值，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，反而呢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价值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原来你说跑了就觉得自己特强，完赛就觉得自己特强，但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，我们给马拉松和跑步赋予了好多其他的目标。比方说现在你看，今天我轻松跑，我可能也就10来公里我就回家了。今天就没什么情绪价值，因为我会觉得对我来说，今天跑得太少了，这就是矛盾吧。不过现在有其他办法能提供新的情绪价值，就是买东西，就是跑步这些东西。要不然很多人说，怎么能把跑步坚持下去呢？时不时买件衣服，时不时买双鞋。反正我一直就这样。我第一次就是买东西，就是奖励自己，是2015年第一次来日本旅行，在东京银座的那家 ASICS， 当时买了一双，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是春节期间，就很快就要东京马拉松，所以那时候他每年那凯亚诺会有东马的限定款，我记得那年是黄色的，买了一双那个，然后买了一件跑步背心儿。因为2015年的时候，在国内能买跑步的服装还不像现在，就只有像 Nike 啊什么的这些大品牌，而且还不多。特别高兴，就老穿着那件跑，觉得一穿上那一身就怎么样了。第二次认真奖励自己是差不多2017年还是2016年的北京半马。那次跑了1小时27，好像就第一次跑进136，特别高兴。然后就去三里屯吃那个，就从赛场回来就直接去现在太古里那个地方吃那个牛肉面。那时候哪有那柴氏的那分店？但是其实除了咸什么都没吃出来。然后去 Nike 买了一件那第一代那个就是洞的那个跑步竞速那件背心儿，好像是500多块，买一件粉色的，那是第一次他出那个粉颜色。然后再后来就是换手表，在新加坡的时候换了一块945还是935，不记得了，945，对，945，都特别高兴。对，买东西我觉得是个事儿。现在就比较苦恼的是，就不知道买什么，因为现在什么更新，就好多东西，小的东西兴趣不大，衣服呀什么的，衣服也多。还有就是不再像前几年那样，前几年真的是你说Pace2出来的时候，然后像后来双频的 GPS， 255什么的出来的时候，然后再加上那段时间频繁的各个品牌的衣服，比方说轻工、菲比特、内道这些刚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好新鲜呀。我第一次买轻工那背心儿，就是看好多人穿了一个很奇怪的 logo。其实我去年才知道那个 logo 是 Q 的意思，我一直以为就是一个符号表变的意思，想象力不足。那时候还问客服，我说：“你们这个淘宝这个展示图上面没有 logo 啊？我买到那个是有 logo 的吗？”他说：“对。”包括那段时间买那个 Oregon 俄勒冈计划的衣服，也是。那也是情绪价值拉满。那时候就那2年特别烦，就18年、19年的新加坡那段时间，压力也大，然后开销也大，挣的还少，生意也不太好。那时候就是
海淘那个奥瑞格，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看他们的官网有没有新东西，有了就买，买了就寄到北京的家里。啊，想想那时候真的是，那时候寄到新加坡比寄到北京贵，连这都不太舍得，但是就是得买，买了就喜欢。你看今天是累了，一累了脚有时候就蹭地。看多少公里了？11.58，我们跑到12吧。那时候买了好多背心和裤子，还有帽子。那时候觉得情绪价值拉满。像现在好多东西确实有的时候是品牌送测的，或者是商单，但是我还是不能自拔。比方说970，或970那时候，我那2周整个人都跟疯了似的，因为快递就那个从国内寄到这儿用那个佐川急便那个佐川小件，因为有电池，就只能走这个，周期特别长。就一直每天刷快递信息，在海关了，怎么着了，最后送到的时候，这都已经开始卖了，就已经过了6号还是8号，不记得了。为什么当时特期待这块表？因为感觉又是2、3年磨一件的东西，同时那个心率大，其实最期待就是那个步速损失100%，这情绪价值特别大。然后 Pace Pro 也是 ，Pace Pro 和 Pace 4，还有 Pace 3，还有 Insa 360这些，每一次都是就刷快递，每天就看快递信息。这点可能在国内生活的小伙伴们都体会不到，因为国内现在快递太快了。在这儿，老师，你看我为什么总说首发评测我要努力，不是因为我的视频慢，是因为我收到的时候确实距离首发评测就距离产品上市就没多久了。基本上这2块手表都是Pace 4还好，Pace 4是因为我回北京了。那 Pace Pro 的时候差不多就是1周，像 Insa 360有的设备也是就1周。这次的那Go Ultra 是时间比较富裕，将近半个多月，将近1个月，特紧张。但是越这样呢，越造成它这个情绪价值就拉得更满。我最近又在刷快递了，我买那个香根一传那表带，而且那个表带上线咱们的橱窗了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的播放框和评论区，应该都会有。12公里结束。哎，小伙伴们，1月13号，今天轻松就跑了个12公里，和平均配速5分54，就完全那种就颠一颠就好了，调整一下肌肉状态。前几次的那个强度上完右腿，我这个伤的这个地方反反复复好久了，8月中下旬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但是就是不影响，也什么都不影响，调整一下。今天还行，明天的课表好像是6公里的阈值，是个比较有挑战的课。但是因为很快25号就是半马比赛了，所以明天的那个阈值我会争取按照半马的配速来跑，或者可以再快一点。我估计还是会快，因为一般这种你就控制不住。看身体状态，看刚才拿到的凤梨酥，每一块凤梨酥有193.1千卡，100克是400多千卡，那其实还可以，100克的热量。等于吃一块就是190，将近200千卡。所以你看，如果吃5块，差不多吃6块，对我来说就是一场半马比赛。但是我估计这个我也一下吃不了6块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分享情绪价值这个事儿，我觉得就马拉松真的是个挺艰苦的事儿，耐力项目都是，就是得时不时给自己一些心理的安慰。你又不能大吃大喝，就运动这事儿就特别讨厌。它又不像说，假如我是个不运动的人，我就上班挣钱努力，我这搞定一个项目或者拿到一笔钱，吃顿好的或者怎么着。现在就是一场艰苦的比赛之后吃顿好的，也就这样。
但是很快朋友们要来参加大阪那个女子全马了，带他们吃顿好。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